老王现在口味是爆红网络，因为他的泡菜确实很好吃，那臭中带香，香中带臭的味道，成功吸引了投资人马画画。马画画要对老王大力投资，共同建立泡菜帝国。看到这个消息，小王心里更加不爽了，因为这个马画画本来要投资他的软件，就是因为被老王牵连，对方撤了资，他心里极度不平衡。而这时，老王来到曾孙家里，可能确实有些愧疚，他邀请小王加入他，一起把泡菜帝国发展成家族企业。可小王以为他是在炫耀，是在故意讥讽他。这孙子又想到一个损招，他假装好心，让老王在社交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，那样可以收获更多的粉丝，泡菜的销量自然会更好。听着曾孙天花乱坠的一顿吹，老王心动了，当天晚上就让助理发表了100年前的观点，结果这些100年前落后的观点根本就不能被现代人所接受。第二天他就被群众围堵，助理一看这情况不对啊，于是他当场叛变，加入了声讨老王的队伍。但有反对者就会有支持者，很多人都说他胆子大，敢发表这种极端言论，简直就是言论自由的代表。社会上出现2种不同的声音，老王从网红一跃成为了真正的名人，他被泡菜刚泡了100年都没这么红，而他的观点自然成为了当今的热点话题。媒体给他安排了一场粉丝问答会，有狂热的学者向他表达钦佩之情，也有满怀激情的企业家向他请教商业知识，甚至有粉丝说他比川普更有魅力，让他参选下一届米国扛把子。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，可人群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老王的曾孙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老王的人。他把自己伪装起来，向曾爷爷提出了一个有关米国禁忌信仰的问题。果然老王中计了，他的回答触犯了米国人民的大忌，死忠粉秒变黑粉，政府也下达了通缉令，他从一个知名人士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。走投无路的老王只能找到曾孙，请求他带自己到加拿大。曾孙看他这副模样老可怜了，于是同意给他带路。两人通过一片小树林往边境的方向走去，可小王不慎摔倒，手被划开一个大口子，老王直接扯下衣服给他包扎。夜晚寒冷的天气让他瑟瑟发抖，老王抱住他给他温暖，这一路的细心照顾让小王有点愧疚，所以在第二天到了加拿大边境的时候，他向曾爷爷忏悔，说之前举报老王摊位的是他，那天在台上提问的也是他，而且他是故意的。老王知道真相后那是怒不可遏呀，你这孙子真是纱布擦屁股，给老子露了一手，然后一拳把他打晕。打斗声引起了边防的注意，老王赶紧刮掉胡子，换上曾孙的衣服，再用曾孙的护照回到了纽约，而小王则被当成老王，被遣送回了欧洲的老家。他身无分文，语言不通，只能在街头流浪。而老王在翻家族相册的时候，里面掉出来一张纸条，原来曾孙之所以这么怨恨自己，是因为他的软件项目是为了离世的父母而做，可自己的出现把他的项目破坏了。老王深感愧疚，他到欧洲找到了小王，诚恳地给他道歉，祖孙俩冰释前嫌，立志将泡菜事业做成一个真正的商业帝国，让家族流芳百世。话说泡菜泡100年真的不会坏吗？我是猛虎，下期见。